清秋。这个美丽的名字是上万年前神秘狐族的代名词，此名究竟因何而来？人狐之恋又是怎样开始的？本剧通过缘定三生的凄美爱情故事，带您踏上轮回之旅。我会给他生了更多的孩子。怎么会这么点时间就做了这么一个奇怪的梦？你是谁啊？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？姑娘，多有打扰，我身后有追兵，需要一个隐匿的地方。我为什么要帮你啊？我怎么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？我是护国大将钟一成。钟将军，快请进。哎，钟将军，您伤得太重了，我扶您。我去给您拿药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，希望不会给姑娘带来麻烦。将军放心，就算他们找到这里来，我有法子将他们支走。我顾念熙可不是好惹的。姑娘好英气，那在下就把自己的安危交付给姑娘了。姑娘，自己来。爹，你回来了。莲希，这大晚上都没有打扫起来了，早上不是你打扫过了吗？爹，你先别问，我要告诉你件天大的事。老爹，咱们家掉下了位天大的贵人，是护国大将军钟一成。乡村的景色真美啊！景色美，是周瑜。景美，人更美。我都没说到这儿呢，你怎么就着急了？怎个名字？大将军。莲希，你过来，我和你有话说。莲希，这钟将军什么时候走啊？爹，你怎么还急上了？这不是伤没好利索吗？人家要是伤好利索了，咱们就是想留也留不住人家。我这两天呢，眼皮子老跳，我觉得为咱们家惹麻烦。爹，你可不是这种人。什么叫麻烦？人家拿命保家卫国，何时用得到咱们？这样的人物，咱们几辈子也碰不上一次。如今碰上了，就得好生照顾着。照顾，你们都……爹，
你以为人家看上你闺女了？人家什么身份什么地位，你闺女就一乡村女，是只家鸡，怎么你还以为我是只凤凰啊？哎，不错，我闺女就是一只凤凰，只是那个梧桐树还没出现罢了啊，暂时缩居在这小石村。爹，这话你就在咱自家院里说说，可别让外人听见了，不然让人笑话。还笑话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闺女就是一只凤凰。几位君爷，有事儿吗？怎么到我们这种小门小户来了？问一下，有没有见过一个身材高大、身穿铠甲的人？您说的那样的人物，怎么可能出现在我们这儿？就眼前这几位君爷，就够我们震撼的了。你就说见没见过就行了。回君爷，没见过。别嬉皮笑脸的，我早就打听过了。不说实话，有你们的好果子吃。君爷，您看，我们就这一间小茅屋啊，一个破院子，哪里还能藏上人呢？请看，我搜一下。菩萨保佑，让他们千万别去那儿。君爷辛苦了，君爷辛苦了。我知道咱们离家辛苦，当兵也辛苦。你看咱们小院有什么能带的东西，你们都带上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我还怕您嫌弃呢。哎！聂西，军爷，怎么，你们要造反吗？咱不管你们来我们村到底要做什么，但如果敢对西妹子乱来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如果你们想找人和东西，那可以；如果你们想欺负人，那可不行。顺子哥，诸位大哥，都是误会一场。几位军爷们是来寻人的，我们家就这几间茅草屋，没地方藏人，他们都已经搜过了，正准备走呢。聂西，等我回去，把敌人赶出我边境，让他们未来50年内不敢觊觎我大业国。到时候，我回来娶你。将军，别担心，我愿意你自私，我更希望你给我承诺。你的承诺就是我等下去的信心。我爹他也自私，我娘去世的早。他就我这么一个女儿，把我当宝贝一样养着。他希望我能嫁一个踏踏实实的人。在你没有出现之前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但是你出现之后，我的想法也变了。聂西，今夜我钟一成给你承诺，自此以后，我钟一成守护大业边疆，不再只是为了大业国。也是为了让我们念西过安安稳稳的日子，有一位踏踏实实的郎君。将军，我等你。我说别磨蹭了啊！天儿不早了，将军天亮前的走出山。将军，我爹催了。这是我随身携带的，用作装饰，见侮辱见人。如你所言，
先侮辱贱人。念希，你就别送了，我送他出山。老爷，皇帝选妃，咱家小姐可在名单上，难不成？本官就这一个女儿，绝对不能让她进宫。你给我想个法子。老爷，法子早给您想好了。说来听听。我在小石村见着一绝世美人，不如咱们就，你找谁？顾老爷子。贫道奉知县之令，特来寻找其义女。咱们这是穷山沟，哪里来的县太爷的义女呀？哎，贫道说有就是有，你有一女，名叫念希，可是我女儿是叫念希，但她并不是太爷的义女。我说是就是了，人呢？叫出来我看看。念希，你是师爷，哎呀，你是假的嘛？你的胡子都没粘好，你快给我滚！放开！别来我们！告诉他，人别看不起，别动手！嘿，快走，滚！大人，我女儿在，老爷，你们干什么？老爷，大胆刁民！老爷收你姑娘当义女，那是抬举你。你们，我女儿呢？还我女儿！不识抬举的狗东西，给我打死他！老东西，想攀高枝，想疯了吧？走。念希，顾老爹，念希，我回来了。是钟将军吗？老爹，您这是怎么了？钟将军，都怪我，都怪我呀！是我害了念希呀！发生什么事了？钟将军，一成，我求求你。一定帮我把念希找回来！顾老爹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位大哥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都告诉我！我也只是听说。顺子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事？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知道念希在哪儿？老爹，念希妹子被送去皇宫。什么？念希去了皇宫？怎么可能去皇宫啊？村里的人都知道，我们怕老爹受不了这个打击，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他。皇帝选妃，县太爷家的小姐在名单上，他舍不得自己的女儿，所以让念希妹子给顶替了。呀！老爹，你放心，我周一成一定将念希给你找回来。一成，念希，来，老爹，老爹。念希，我是应该带你走的，
我怎么把你留在那里的？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做事欠考虑。大将军，圣上来信，着大将军即刻回京都陪圣上共度中秋。好，立马备车，今晚出发。是。师傅，这么多年您去哪儿了？阿成，你如今已是威震天下的护国大将军，为何独自对月吹杯笛呢？师傅，阿成没有把所有心思用到国事上，而是由于思念产生悲情，还望师傅见谅。13年了，他依旧如初见时那般宁静，竟半点没改变。难道他是仙人？阿成，你猜的没错，师傅非凡人。难道您真是天上的神仙？天上的神仙，贫道不敢当。地上不是有修炼成仙的吗？贫道就是自己修炼成仙的，但也只算半仙。既是半仙，有些事情就可以预测。所以，接下来我要对你说的话，你要听好。师傅，您这是什么意思1000年前，贫道曾伤过你，但此事我要来帮你。贫道与念熙的缘分更深，但此事不能相见。而你与念熙已是1000年前的旧相识，但尘缘未到，此事依旧不能白头偕老。1000年前就认识，怎么认识的？时机未到，贫道无可奉告。我这次来是要告诉你，你若回京，将不得善终，死无葬身之地；若依旧据守边疆，将功成名就。师傅，我只想见他一面，哪怕远远的一面。这又是何必呢？见一面，你又能做什么呢？见他一面，知道他过得好，我便回北京，从此再不入京。既如此，随你吧。哎呦，我的娘娘哎，您怎么到院子里来了？小心着凉啊！你也是，就这么由着娘娘？刚才皇上还交代咱家要娘娘调养好身子。曹公公，不怪子婷，是本宫自己想出来走走，看黄昏，等等月亮。皇上找你是有什么事吗？娘娘，皇上让奴才转告娘娘，后天一起去迎接护国大将军。大将军再次保卫了北境安稳，皇上特许他回京。护国大将军，他要回京吗？护国大将军，他要回京吗？熹妃娘娘怎会有如此反应？娘娘，您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您可是认识这个护国大将军？啊，没事，我听说过那个人。以前我总觉得那样的人是画本子上的人物，没成想有一天竟然还能真的见着，我是被害着了。是啊，娘娘，咱这位护国大将军那可是个传奇人物，15岁从军，没背景没后台，一路到了大将军。
有那么夸张吗？我还以为大将军是位年近半百的老人呢。娘娘，护国将军可不一样，那可真是世上少有的英俊潇洒、玉树临风，奴婢就这样静静的看上几眼，几个晚上都能想起来他们。他这个人呐，人还不错，武也可以，可那有什么用呢？一脸冰冷，总也没有个笑脸，像个煤油瓶儿。不可能啊，一脸冰冷，哪里有？他每天都笑呵呵的呀，怎么闷呢？护国大将军威名一如既往啊！只要他回都，京城一定分外热闹。今日大概都无人劳作，都出来迎接护国将军了吧？臣妾觉得陛下说的有些欠妥，民众们放下手中劳作，出来迎接护国将军，这一大半的原因是因为陛下亲自出宫。这以往之时，陛下不出宫门，这大街上呀，也就是女人多了些。哈哈哈哈！皇后所言极是，不过钟一成真有那个本事，把京城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儿撩拨得发狂，他却依旧一副冰块脸，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呢。皇上，臣妾觉得该是给大将军介绍门亲事了。每次大将军回京面圣，都是一个人返回边境，将军府就是个空宅，该给将军府添个人丁了。宜妃的提议不错，是该给钟将军说门亲事了，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到老吧？皇后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吧。臣妾一定给钟将军物色个好夫人。熹妃妹妹，我看你今天心情不怎么好呢，一直绷着脸，是身体哪儿不舒服吗？熹妃，哪里不舒服？多谢皇上关心，臣妾无事。前天晚上在院子里赏月，待的时间有点久了，有点小风寒，不是的。熹妃啊，皇上最宠的就是你，你可千万要当心着自己的身子，别让皇上在百忙之中还要替你操心。臣妾谨记皇后娘娘教诲，以后自己一定多加小心。熹妃，这手怎么也这么凉？看来就是那晚着凉了。朕要罚你的宫人，他们是怎么伺候主子的？皇上，他们不知道催了臣妾几遍呢，是臣妾自己想多待一会儿。后来曹公公回来了，带来了皇上的消息，臣妾这才进的屋。你呀，就是心太实。朕喊曹文喜，只有好消息，不会有坏消息。你有什么可担心的？竟在院子里一直站着。臣钟一成拜见皇上，拜见皇后娘娘。钟将军无需多礼，快快请起。一路上辛苦了。京都的女子对钟将军一直都是青睐有加呀。这都秋天了，朕竟不知他们从哪里弄来的这些鲜花。哈哈，皇上拿臣说笑了，臣受不起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今天这么大的日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皇上，皇后娘娘，是臣妾失礼了，臣妾突觉身体不适。熹妃，既然身体不适，那就先回去吧。是臣妾失礼了，那臣妾就先告退了。莫子明，赶紧让顾七公的人陪熹妃娘娘回去吧。是皇上。念希，我的念希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？你不是皇上的宠妃吗？你难道在宫里过得不好吗？他瘦了，精神也不好。将军，你回来了，我该怎么办？
皇帝还攥着我的手，他恨我吗？他会不会觉得我食言了？念希，你放心，他们害我一次没成功，就不可能再有第二次。我自己的命掌握在我自己手里，你放心，只要我回去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将军，我真的很担心，他们害你，皇上知道吗？齐国大人知道吗？为什么没有人帮你啊？念希，放心吧，一切都在我掌握。娘娘，您身体还不舒服吗？奴才去换轿辇吧。没事，等我自己走回去就行。将军，如今念希成了另外一个男人的女人，已经完全出了你的掌控范围，你要受为难了。熹妃娘娘说身体不适，但她什么也没查出来，她还有什么别的不正常之处呢？刚才我进去的时候，她在里边哭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有点奇怪。你听好了，时刻关注熹妃。好的，我就走。今晚在承欢宫同我们的护国大将军一起露天赏月，朕心甚悦。钟将军中秋回京的时候不多，今年不但回了京，还跟大家在一起，这可是少有之事啊。诸位爱卿，先让我们祝我们的大将军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。多谢皇上，带兵打仗乃分内之事，臣觉得还是应该先祝我国国泰民安，祝皇上万寿无疆。哈哈哈，好，很好，能时不时修正朕所说之话，除了皇后，就是你钟一成了。那我们大家就听取钟将军的建议，先祝我大业国国泰民安。祝大业国国泰民安，皇上万寿无疆。皇上，此次北境大捷，钟将军功不可没。从此以后，我大业国四境算是安稳了。钟将军用了10年时间将我大业国四境安抚，所以老臣提议赐护国将军为护国大元帅。胡阁老，此事应该拿到朝堂上议，怎么会在大会上议起此事了？李尚书，如果边境不安，何来今日之盛宴？几个月前，护国将军遭人暗算，差点把命丢了。如果不是将军心思缜密，恐怕现在北蛮人已经快到京都了吧？阁老，就算是要封钟将军为护国元帅，此事是不是应该先6部商议，最后送到内阁，再由内阁呈到皇上那里？阁老今日在大会上提此事，倒是省了不少流程，就是不知安的什么心。李尚书，咱俩谁安什么心，彼此心知肚明。钟将军10几年辗转大业四境，哪里有乱子？他去到哪里，只要去，一定能收复失地。此等功劳，难道不该升为护国大元帅吗？胡阁老，你是在埋怨朕，觉得朕亏待了钟将军？皇上息怒，阁老可能不知内情。皇上息怒，阁老可能不知内情，容臣告诉阁老。阁老有所不知，几年前皇上就想封末将为元帅，但末将拒绝了圣上的美意。我大业四境皆有元帅，却皆因战事而死。北境将军对末将有提携之意，因此末将曾在他墓前发过誓，此生永远是他的将军，不做元帅。原来如此，钟将军真是忠肝义胆，
义字当先，老朽惭愧。钟将军，念旧情，知恩义，朕心甚悦。但是今日胡阁老提出此事，说明有一部分人觉得朕亏待了钟将军。值此大会，钟将军表明自己的心意，也算是给大家一个交代吧。多谢皇上，皇恩浩荡，臣只有做好分内之事，才算是感谢皇上的万恩之一。哈哈，他们都说行武之人不会说话，朕原来也曾这么认为，但是朕的大将军不同于凡人，最会说话，也最能说到朕的心里。皇上知道钟大人一心为国，心思皆在国事之上，未曾考虑过自身的大事，所以今日特命本宫全权负责钟大人的终身大事。今天本宫想问一问诸位大人，谁家的小姐更为合适啊？多谢皇上、皇后娘娘美意，臣过的是有今日没明日的生活，所以此事臣暂时还未想。钟将军，你这话不对。众将士如果都如你想的这般，那岂不是一群光棍儿？但是你看看，你身边的同胞成家的不在少数，所以朕着皇后全权负责此事。正值北京大捷，你给朕的奏折上说，大业四境50年内再无战事，所以朕希望你在这50年之内能够儿孙满堂。多谢皇上，此事臣真的还未再思考。如今大业四境平稳，但不知哪日又会生变故，所以臣真的还未想过此事。钟一成，真关心你的婚事，让皇后亲自操办。这个荣耀别人求都求不来，你怎么还在极力推诿呢？你到底是有了心上之人，还是暂时真不想成家？钟一成有自己喜欢的人，此生非他莫娶。熹妃，本宫见你这几日脸色不太好，可是身体不舒服啊。多谢皇后娘娘，臣妾无事。熹妃妹妹，本宫倒是奇了怪了，自打这护国大将军回京，你的情况好像就不怎么好了呢。宜妃娘娘说话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啊！妹妹情况如何，自己都不知道，怎么，姐姐倒是比我自己还清楚吗？你，宜妃平时飞扬跋扈惯了，受她欺负的，恨不能熹妃能跟她斗起来。可顾念熹向来是你不犯我，我不犯你，今日宜妃自己撞眉头，也算是活该。熹妃娘娘，您进宫也不是1日2日了，应该知道皇后平时教导我等姐妹们要好生相处。宜妃娘娘真是听了皇后娘娘的话，才对熹妃娘娘如此关心呢。众人皆知熹妃娘娘离家远，娘娘虽然有皇上的万千宠爱，可也免不了想家念亲，所以宜妃娘娘就关注着熹妃娘娘。多谢宜妃娘娘，静嫔说的没错，本宫娘家远，亲人皆不在身边，不像宜妃姐姐，娘家人遍布京都。但本宫自小亲近惯了，有皇上的关心就够了。至于其他人，本宫不许。皇后娘娘，臣妾宫中还有要事，就先告退了。也是奇怪，静嫔本是宜妃的陪嫁丫鬟，因为姿色俏丽，被皇上封了静嫔。没想到这主仆二人竟能和睦相处。皇后娘娘，刚才臣妾说的话，你到底听进去没有啊？你再任这个熹妃这样下去，说不定哪天就骑到皇后娘娘您头上了。宜妃，你让本宫说什么？皇上现在正宠着她呢。
你们又不是没有看到，但凡他现在有一点不适，皇上就急得不行。这段时日也不知怎的，他就突然精神不济起来了。皇后娘娘，臣妾觉得奇怪的，熹妃身体不适，大概是从护国将军回京开始的吧？难道她跟护国将军认识？你这又是从哪里听来的呀？他怎么可能与护国将军相识？他呀，不过就是在边塞的小城窝里长大的，而护国将军一直在北境，他们相距甚远。娘娘，几个月前，大将军有没有可能逃到过沙窝？他们话里有话，一定知道些什么。宜妃娘家人关系错综复杂，宜妃的父亲周伯统是吏部侍郎，三姨丈是兵部尚书李嘉仪，二姨丈是礼部侍郎马伯宁。半年多前，马伯宁曾以钦差的身份去过北京。宜妃，本宫记得你的二姨丈马伯宁几个月前曾去过北京，恰好那段时日是护国将军出事的时间，他对此事可了解多少？娘娘，你这可就想太多了。马侍郎是奉圣上之命，奉钦差去卫边，恰好此时护国大将军出了事儿，还好护国大将军吉人自有天助，平安无事。见护国大将军安然无恙，马大人就回京了。哦，你对此事如此清楚？皇后娘娘，您有所不知，臣妾就从未见过姐妹如此情深的。宜妃的主母是长小姐，马侍郎夫人是二小姐，李尚书夫人是三小姐。宜妃娘娘未进宫之前，臣妾就结识那两位夫人，因为三家常有走动。皇后娘娘，你要相信臣妾对皇上绝无二心，臣妾的家里对皇上更是没有二心。臣妾只是觉得顾念熙不把你放在眼里，心里实在是气不过呀。宜妃啊，你说这话就不怕被风闪了舌头？如今皇上不放心的有两对，其一是护国将军，他兵权在握，权力过大；再有就是你宜妃家的三位大人，一个尚书，两个侍郎，占据兵部、礼部、吏部。如今你们家的权力也让皇上忌惮。宜妃，本宫知道，无论是护国将军还是你们这一大家子，对皇上都是忠心耿耿，所以皇上才宠着你。虽说现在出现个熹妃，不过你想一想，她的娘家怎么能与你相比？所以啊，你也不必太过在意。至于他没有把本宫放在眼里，此事日后本宫一定会慢慢找算回来。皇后娘娘，你也知道，自从熹妃进宫之后，皇上就极少来臣妾这儿了。如娘娘所说，熹妃的娘家怎能与臣妾的娘家相比？可是臣妾就是想不明白，皇上怎么就宠上了这么一个毫无背景的人呢？等这时间一久啊，皇上的新鲜感过了，不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儿了。可是娘娘，这皇上的新鲜感也持续的太久了，丝毫没有要减的意思。臣妾倒是无所谓，只是个妃子。可是他不把娘娘放在眼里，臣妾心里实在是来气呀。宜妃，今天都8月14了，请完安不回自己宫，赖在本宫这里不走，还不停地挑唆本宫去动熹妃。安的什么心，以为本宫不知道吗？不错，本宫是跟你达成了联盟，但本宫只是可怜你罢了。当初你得宠时，不也没把本宫放在眼里吗？如今在本宫这儿假惺惺，你不是在替本宫抱不平，
而是在为自己鸣不平吧。宜妃，你放心，现在他正得皇上恩宠，咱们动不了他，也不能动他。派人好生盯着，本宫就不相信他当真一点错误都不会犯。如果真能如你二人刚才所说，那便是他的末了。娘娘，刚才臣妾说的话也是臣妾跟宜妃娘娘的猜测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，皇帝也说不好。可是臣妾就是觉得熹妃跟护国将军应该有点关系，否则的话怎么会这么巧？护国将军回京，熹妃大病，庆功宴上皇上封了熹妃的义兄，连带着封了熹妃的义母，可没见熹妃有半点高兴，依旧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这不说明他心里确实有事儿。这顾西宫啊，本宫曾派去几个宫人，不成想他一个都没有留在身边。现在他身边的那2个都是皇上赏，这个熹妃呀，看似毫无城府，实则城府可深着呢。皇后娘娘，这你可就放心了。她身边最信任的2个中奴，臣妾买通了一个叫子婷的宫女。这丫头还算机灵，很识时务，没几下吓唬就答应了。宜妃居然动作这么快，竟先本宫一步买通了顾西宫里的人。这个主意一定不是宜妃想的，定是静嫔。宜妃之所以能得皇上宠爱，主要原因应该是在静嫔身上。这个女人才是个厉害角色。我的小姐啊，你怎么什么话都说哎？你还真把皇后当成自己人了？她在利用我们呢。皇后娘娘，您别多想，宜妃娘娘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，没跟皇后娘娘您商量，我们擅作主张了。熹妃是边塞小城来的，而边塞之上人员本就复杂，所以臣妾就跟宜妃娘娘商量了一番，觉得有必要知道顾西宫里情况，又不好再派人去，就只能靠这法子了。静嫔多想了，本宫这是高兴，没有想到你们2人考虑的竟如此长远。原本宫派人过去，只是想对各宫的娘娘生活能够有所了解，还真没想到过收买人心这个法子呢。皇后娘娘，您可真是说谎话不用打草啊！您与各宫收买的人还少呢。娘娘，这法子最管用了。顾念熙最信任的2个宫人，一个叫子婷，嘴最甜，但心眼儿也多；另一个叫曹文喜，碰不得，曾是皇上边上的红人，弄不好到时候还会被反咬一口。很好，如此一来，我们便能第一时间掌握顾西宫的状况。现在看来，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扳倒顾念熙，除非也是唯一的方法，那就是他自己犯错。至于犯什么错，最好是对皇上不忠，这是皇上最不能接受，也最忌讳的。皇后娘娘，如果他们2人之间真有点什么，藏是藏不住的，早晚会露出马脚。掰倒熹妃只是早晚的问题，不会太久。本宫还没告诉皇上，本宫的娘家人已打听到顾念熙跟周一成极有可能相识，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相识。这件事，本宫的娘家人会继续打听，直到水落石出。以前护国将军极少在京都逗留，几乎是诉完职就立刻返回军营。今年确实有所不同，也许你们2个人的猜测是对的。宜妃的2姨丈马伯宁跟将军是宿敌。8月13的庆功宴上，宜妃的3姨丈李嘉义当众驳斥了阁老的提议，这说明宜妃娘家人已联合起来。
他们要对付将军吗？娘娘，您这几日一直抑郁寡欢，可是有什么心事儿？没事，宫里的女人除了那些事，还能有什么事？可是皇后娘娘和宜妃娘娘为难你。他们明面上不敢对本宫怎么样，可话里话外的。算了，不提也罢。以前四境不安指望着将军时，他们都狗胆包天的想害将军。如今四境安稳，他们就更会无所顾忌了。如果宜妃娘家人真要对付钟离尘，他们会不会去小石村？还好，当初爹考虑周全，那件事没让任何人知道。可爹太老实，如果说实话呢？娘娘，您到底是怎么了？要不要奴才去传太医？没事，不用。本宫在想皇后宫里面的事。他们又欺负您了。宜妃那个女人着实可恶啊！他们固然可恶，但有皇后娘娘护着，他们也讨不了什么好。你放心，他们也占不了什么便宜。娘娘跟他斗了，就当如此，不能总被他们欺负。主子的心情绝对不是因为宜妃，宜妃在主子眼里根本不算什么。宫里传出话，说主子的大将军回京后变了，我得想个法子把此事圆下去。将军啊，您别急呀，这皇宫的事儿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打听出来的，尤其是那后宫的事儿。哎，这些年争权儿一直跟宫里有走动，就是担心您长期在外，两眼一抹黑呀。哎，这家里头要是朝中无人，万事行不通啊。程伯，是我心急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在外打仗，这偌大的将军府，要不是你和权哥，我难以安心啊。将军啊，瞧您说了，将军府养着程家和杨家，要是没有将军府，我们程家和杨家，还有我和曾权，到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倒是您啊，将军，都28了，您难道就没想成我个家？程伯，我们打仗的有今日没明日，别再祸害人姑娘了。再说，我真的没那份心思。将军，您这话是怎么说的呀？正是因为不能保证明日怎么样，咱们才更应该尽早的成亲，以好给将军府留个后啊。程伯，我自己就是孤儿，从小便被师父收养。你说我要再成了家，孩子生出来没人养，以后也成了孤儿，这是何苦啊？将军，瞧您说的，有我呢，还有曾权和我儿子永杰呢。只要我们程家和杨家有人，就保证咱们将军府的少主人不会成为孤儿。说句掏心窝的话，我钟离成很对不起这两位。皇上的赏赐都是程伯和曾权负责，直到2年前我才知道，这2个忠心的家仆用那些赏赐全帮我打点关系了。程伯，我相信你们能做到。可我心中有人了，可惜。啊，将军，您说什么？是真的吗？您心里头有人了？那快说出来，咱们想办法。嘿，曾权本事可大的嘞，还有皇上能够给咱们帮忙，哪家的姑娘会不愿意呢？再说了，就是没有外人帮忙，只要是一听说是将军，那些小姐们个个都愿意嘞。
将军，熹妃娘娘的情况似乎不太好。不是，我是甄权啊！你们好好的去查熹妃娘娘干什么呀？她可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子。陈伯，你放心，将军当初被人算计，在视察的路上遭遇袭击，差点送了性命，逃进一个小山村。是熹妃娘娘救了将军，可是令人气愤的是，熹妃娘娘的亲生父亲却被她的义父给打死了，所以将军必须替熹妃娘娘讨回公道。原来如此啊！那熹妃娘娘知道内情吗？娘娘现在大概什么都不知道。哎呀，你们为什么不告诉娘娘呢？告诉了她，皇上正好替她主持公道，也正好为娘娘报仇啊！这是一件多容易的事儿嘛！程伯，我确实也这么想过，但我能认得出娘娘，娘娘未必认得出我。贸然跟皇上打听此事，肯定是不妥的，所以才想让他们两个去打听打听些。越打听越容易出事，也容易被一些心怀叵测的人利用啊！将军啊，你以前回京，场面上的事儿做完了以后，你立即就赶回了边疆。可现在虽然眼瞅着就到中秋了，但依您的性子，如果皇上身边没事儿，您早就抬屁股走人了。您到现在都没走，只怕是他们那些人要起疑心了呢。陈伯的话太对，将军一心只在顾姑娘身上，竟没考虑到这点。将军，我觉得程伯说的对。将军，现在去说也不迟。就说当初在宫中看了熹妃娘娘一眼，觉得眼熟，便找人问，才知熹妃娘娘也是沙窝人，不就自然引出熹妃娘娘的亲生父亲之事了吗？你们是不了解熹妃娘娘的为人，要是她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被义父害死，她便没有活下去的念头。我只想让她活着，好好的活着。宫里那些有关于将军与熹妃娘娘的传言，我们没敢跟将军说，都是真的。将军，顾姑娘当初对你极好吧？曾权啊，不是好不好的问题，是她救过我的命，以后我这条命便也是她的。我的天哪！将军的意中人难道是当今圣上的宠妃？不，是我耳朵出问题了。这还是护国大将军吗？向来果敢决绝的他，竟能说出这样的话？熹妃，朕看你有点恃宠而骄。你近几日身体不太好，朕没非让你伺候朕，怎么依旧没有好脸色？皇上，是臣妾不好，请皇上恕罪。臣妾的确身体不舒服，想吐吐不出，吃点东西腹内就难以忍受。如果臣妾怠慢了皇上，皇上可以惩罚臣妾，但请皇上千万要保重龙体，莫生气。也真是奇怪，这个女人就有这个本事，就算一不小心惹起了我的火气，但很快又能让朕平息。她也从未恃宠而骄过，刚才也只是朕一气之下口不择言而已。好了，朕不怪你。你怎么不叫太医？朕现在就传王太医过来，替你好好看看。皇上，太医们都来过，是臣妾自己的身体不争气。王太医是御前太医，臣妾怎么敢劳烦王太医呢？你不用管这些了，朕叫王太医来。莫子明，去传王太医，让他直接来顾西宫。是皇上，奴这就去。
王太医，怎么连你也看不出熹妃得了什么病吗？回皇上，臣非常确定熹妃娘娘有喜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朕的熹妃有喜了？太医院的那些太医之前都来看过，怎么一个都没看出来？还让熹妃喝了那么多的药，朕要罚他们。皇上莫怒，这不能怪他们。臣先恭喜皇上，熹妃娘娘已有2个月的身孕，但熹妃娘娘的润脉极弱，臣也是极费力才探出那点脉象。如果时间再往前推，恐怕真难探出来。这是为何？难道熹妃怀的孩子很弱吗？回皇上，不是孩子的问题，是娘娘的问题。娘娘心事过重，休息不好，如果吃的再不上心，会导致胎儿气息不强。当然，也与娘娘自身的身体有关。有些妇人就是如此，即便怀孕好几个月，表现出来的迹象也很浅。也就是说，熹妃娘娘没事，孩子也没事，只要让娘娘好吃好喝好心情，就不会出现问题了。皇上的确如此。皇上，娘娘的身体很虚，体质也极特别，极有可能从现在到孩子的出生，娘娘都会如此难受。最好的法子是让娘娘每天保持好的心情，多出去散步，不能整日窝在室内。熹妃，听到了吗？不能整日窝在宫里，要多出去走动。臣妾遵旨，臣妾自己一定多加努力。啊，我居然怀孕了，而且2个月了，也就是说，我事情的第1次大概就怀上了。如果将军听说此事，他会作何感想？如果不是为了爹，如果不是为了将军，我还有何脸面活着呀？熹妃，那就到外面走走吧。皇上，臣妾自己可以。一定要小心着。王太医开出的药，不管多难喝，你都得给朕喝下去。1日3餐，朕会让御膳房专门为你准备。你这个样子啊，朕实在是不放心。多谢皇上，臣妾这身子太不争气了，臣妾自己一定会多加努力的。臣妾参见皇上。好了，无需多礼，都平身吧。皇上，臣妾今晨起来，这左眼皮就一直在跳，臣妾就心想，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发生？不成想，只一会儿的功夫，这宫里便传开了，原来是熹妃妹妹有喜了。臣妾恭喜贺喜皇上。臣妾谢过皇后娘娘，多谢皇后娘娘挂心。还是皇后会说话。熹妃身子特殊，有孕2个月了，竟都没有察觉。太医院的那些个太医也是大意了。皇上，是臣妾自己大意。你呀，就是爱揽责任。朕还没有责罚他们，只是口头上说说，你倒是又把朕给拦下了。熹妃妹妹向来是个心肠好的，整个熹妃宫呀，人人都夸呢。皇上，臣妾还听说，熹妃妹妹在未进宫之前，帮助过不少人呢。据说，皇上，臣妾也听说过，熹妃娘娘在未进宫之前就是出了名的好女儿，如今到了宫里，更是深得宫人的喜爱。今后我一定都会向熹妃娘娘学习。建平截住了宜妃什么话？宜妃口中的据说是什么意思？静嫔，你刚刚拦下宜妃的话，可是知道宜妃要说的跟你说的是一个事？皇上，臣妾没多想，就是想着在皇上面前讨个好。皇上夸皇后娘娘最会讲话，宜妃娘娘又紧跟皇后娘娘，臣妾也不想落后，于是就拦下了宜妃娘娘，请皇上恕罪。这个女人心思转得够快，不但把问题的真正原因掩盖过去，还故意暴露了自己的小心思。如此一来，
皇帝就不可能再有疑心。哼哼，你呀，也就是这点小心思。皇后，如果朕没时间，你们以后就多来陪陪熹妃，免得她自己一个人多想。是，皇上，臣妾定会多来看望熹妃妹妹的。皇上，你谁都能想到，独独就是想不到臣妾。顾念熙，好戏很快会开始了。小姐，报仇不在今日。皇上，你这是关心我，还是给我制造麻烦？他到底情况怎么样了？得找个人问问。哎，莫公公，何事如此着急啊？大将军呀，熹妃娘娘有喜了，还喜得厉害。皇上呀，命老奴去找太医。她怀孕了。念熙害喜厉害，她要忍受多大的罪啊！我该怎么帮她？大将军，中秋快乐！好，也祝大家中秋快乐，心想事成。那我就先进去了，你们随意。文龙，过来一趟。是。这块黑玉是师父给我的，有辟邪护身之功效。如果我送给念熙，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他。文龙，你照着这个玉去找个盒子。将军，您这是要送人吗？我觉得，要是送人的话，我还是去找找皇上以前赏赐的东西。将军自己佩戴的东西，最好不要送人。文龙，你去找个盒子便是。伴君如伴虎，来不得半点大意。尤其是前朝大臣和后宫娘娘之间，不能让皇上产生猜忌。做不好，不但不能帮念熙，反而会害他。将此玉送进宫后，我就立即回北京。皇上会传熹妃娘娘来吗？我只想临走前再看她一眼，告诉她见物如见人，让我的随身黑玉陪着她。我的钟大将军呀，你可真行！这一大早就守在皇上这隆安宫，你怎么就知道昨天晚上皇上宿于隆安宫呢？他有皇上宠着爱着，你这么心急，究竟是好是坏？昨夜几乎一夜未眠，今晨也是草草之练点东西，便急急进宫。来得这么早，皇上的早膳还没用完，更不用说熹妃娘娘。钟将军，臣钟一成拜见圣上。今日不是休沐吗？怎么又来宫里？可是有急事？回圣上，臣听闻皇上最近因熹妃娘娘之事而烦恼，所以着管家寻找，在家中寻得此玉，献给圣上。什么东西这么神奇，还能缓解熹妃娘娘孕期之罪？钟将军，此玉一看就知道已打磨出来，但又似崭新。此玉有何作用？哪里得来？回皇上，此玉乃家师所送，具有辟邪护身之功效。臣听闻皇上因熹妃娘娘之事而烦恼，因此便着管家找寻，特此圣上。你那师傅是做什么的？家师算是半道仙人，自打把臣送到北京之后，便再也没见过面。但臣觉得家师所送定是意义非凡之物。熹妃娘娘害喜如此厉害，你竟如此上急。回皇上，臣与熹妃娘娘仅有几面之缘，从未说过话，因此
娘娘害喜之事，臣从未关心过。臣关心的是圣上，臣也不只是听旁人所说，更是亲眼所见。皇上眉头紧锁，臣便心下着急，便寻得了此玉，献给圣上。钟将军，朕知你爱国，也知你忠于朕，竟没想到你竟如此心细，也真是难为你了。但你怎知此玉能帮到熹妃娘娘呢？回皇上，当时家师送给臣此玉时，便一再叮嘱，一定要将此玉佩戴在身上，具有辟邪之功效。但臣不相信这些，臣想着终日训练，将一块玉挂在脖上，也属实不便，便着老管家收了起来。臣从未佩戴过。臣想着此物乃家师唯一所送之物，便必定如家师所说，具有意义非凡之功效，便此送给圣上。不错，如果他们都如你般，朕可就放心多了。莫子明，去传熹妃，让她到朕这儿，朕要亲自给她戴上，并告诉她此玉之功效。是皇上，奴家这就去。钟将军，你打算何时离京啊？回皇上，臣打算明日离京。明天就走？用不着如此急，过了20再走也不迟。皇上，臣本打算陪皇上过完中秋便离京，但昨夜寻得此玉，见天色已晚，便不再惊动圣上，所以今晨来见皇上，回去收拾一番，便要离京了。既然边境无战事，你倒不如在京多待几日。哼，钟将军，朕还是觉得你有点不懂人情世故啊！你应该多跟那些大人们走动走动。对于你不想成亲一事，皇后一直耿耿于怀啊。臣多谢皇上、皇后牵挂，但臣自小一人长大，家师所教也皆是行军之事，因此臣真的没有那个想法。也罢，那就随你吧。皇帝大概最希望就是我永远像个独行侠，跟京中任何官员都无往来，但皇帝又不希望我孤身一人，想给我安个家，以此牵住我。熹妃娘娘到，千万别失态，不能给聂熙带去麻烦，只看他一眼，立即离开。臣妾见过皇上。这才几日啊，他怎么这么瘦了？难道真是孕期反应？有没有其他原因？臣钟一成见过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是钟将军，将军免礼。熹妃，你也是有福之人。一大清早，钟将军就送来了此等黑玉。他说此玉是他师傅送他的，据说有辟邪护身之功效。你看看此玉，如果觉得合适，朕便将它赠予你。幸亏在路上也向莫子明偷偷打探到了皇帝突宣旨意，恨不能立刻见到将军。如今终于见到了，多谢皇上牵挂，也谢过将军了。娘娘不必多礼，臣也是想着皇上因娘娘烦恼，因此便驯上此玉。熹妃，你听听，如果朕的大臣都如依成这般，朕得有多省心呐！都是因为皇上爱臣如子，臣子才敬皇上如父，皆是皇上之福。哈哈哈，好。娘娘可是觉得有不适？熹妃，你怎么了？皇上，臣妾突觉浑身一震，然后便轻松了。钟一成，你又立一大功，没想到世上竟真有此等宝贝，真是太好了。
熹妃，朕将此玉赠与你，从此以后你便身体安康了。太医院那些太医也用不着天天苦着脸束手无策了。哪怕只能看一个侧脸，我也甘之如饴。我要将这个人现在的模样刻进脑子里，从此带着他的模样度过余生。宜城，你说吧，想要什么，朕给你。皇上，臣现在的一切皆是皇上所给，臣已无再需之物。臣的名是忠义城，意为忠于一座城。我大业京都，皆是因皇帝所在。臣的字意为孟家，梦见意中佳人。但臣觉得已无佳人在梦，因此臣只剩忠义城了。很好，就为了你这个忠一城，朕明早亲率百官送你出京都。谢圣上。将军，你明天就要回北境了，我们以后还能再见面吗？大概没有机会了吧。你的护身师傅给了我，你怎么办？这是块什么质地的玉，竟能照出我的脸？娘娘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有没有被吓着呀？没事，刚才打了个盹儿，就做了个梦，把自己害着了。娘娘，要不要奴才去传王太医呀？不用，本宫没事，只是个梦而已，不用劳烦他们。你们出去吧。是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里面是我的脸，还是狐狸的脸？将军送我这样一块玉饰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还要再看看吗？再看看吧，说不准刚才是我晃了眼，看错了呢。啊！它怎么盛开了？还这么红？钟一成，你是在恨我吗？你是要用这块黑玉来报复我吗？如果是这样，我接受你的报复。你应该这样，因为是我食言了。我不但没等你，没嫁给你，还做了皇上的女人，所以你该恨我，你该报复我。告诉我，你是有灵性的，对吧？你是他送我的，你到底是来帮我的，还是来害我的？你能告诉我吗？我知道你在怪我，你在怪我负了，做了别的男人的女人。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？怎么没了？怎么照不出我的脸了？也没有狐狸和桃花了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黑玉，你再显现一下，告诉我是什么情况吧。念儿，我再告诉你一次，人妖殊途，没有我王的允许，不能再出狐族去人间。爷爷，我不就到湖山之外随便逛了逛吗？我连个人影都没有遇到，还人妖殊途呢。小姐，长老是怕你遇到歹人。我知道了，牛叔，我不跟你们说了，我去找奶奶了。长老，您放心，我会时刻跟在小姐身边，不会再让她出狐族。宁宁，昨天晚上我给她卜了一卦，是大凶。具体是哪一方面？情节。
小姐，咱们回去吧。如果被大长老知道我又放你出来，他会打死我的。小兔子，爷爷去妖都拜见妖帝，过段时间才回来，不用担心啦。小姐，咱们都出来这么久了，也该回去了。小兔子，我念个假人陪你回去。回去之后呢，你就把它放到我的床上，不管是谁问，你就说我睡着了。什么？小姐，如果被大长老知道，他会打断我的兔腿的。好啦，小小年纪的，真啰嗦。变成一个一模一样的念儿。哼哼，真是聪明如我，有一个假的念儿代替我，念儿就能去畅游梦山啦。怎么说变天就变天呀？下雨也挺不错的，反正我们狐族好久都不下一次雨，我要好好的欣赏一下人间的雨啦。书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在下钟郎，刚才冲撞姑娘，属实抱歉。你叫钟郎啊？是，在下姓钟名郎，还未及冠，所以还未有字。那岂不是所有女孩都能占你便宜？她们都能叫你钟郎吗？我赠你一字，孟家，梦中见佳人，可好？多谢姑娘提字。哎呀，我被你撞伤了，都没有办法赶路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姑娘，是我让姑娘受伤了，理应照顾。要不去我家，就在孟山脚下，离这不远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去你家，你照顾我。好，那姑娘随我来。念儿，这几天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整日窝在房间不出来，饭也不吃。爷爷不让你去人间，这都是为你好。大长老，小姐她知道的，她知道大长老是为了她好。小姐这几天在房内闭门思过呢。念儿，果真如此？你是在闭门思过，而不是在别的心思啊？混账东西，简直是烦了！姑娘，笔是寒酸，千万别嫌弃。对了，还没请教姑娘芳名。我叫念儿。钟郎，你家里就你一个人吗？我父亲去世的早，母亲去年又刚走，所以我才想着进京赶考。只不过半路又生病了，只好返回来了。钟郎，你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吗？姑娘，这是何意？钟郎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是一只狐妖。如果你不怕我的话，我就给你一个完整的家。你是狐妖？你怕我？不是，姑娘，你是一个正直的好姑娘，只是我一穷二白的，什么都没有。没关系，我喜欢你啊！我们狐族就是这样的，我们一向都直来直去，我们喜欢的人就会一直喜欢的。你说的是真的？
傻乎乎的，真可爱。本姑娘宣布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人了，这儿就是我的家了。阿郎，我们成亲了，以后我要给你生很多很多的小孩，我教他们做活儿，你教他们读书，好不好？好，念儿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狐族一日，人间3月。如果我们再不去，恐怕他连孩子都生下来了。我这就去孟山把念儿姑娘带回来。念儿，你快出来，让我见见你啊！念儿，念儿，你在哪儿啊？念儿啊！念儿，你跟人间那个书生的事，我王已知晓。王没罚你，但已警告了我，让我关你禁闭。如果你再跟那个人间小子生活，说不定会被挖去腰丹。爷爷，你是最疼念儿的，念儿已经跟周郎成了亲，我是他的妻子了，而且念儿已经怀了他的孩子啊！你以为这些我不知吗？我让英宁把你接回妖族，就是为了让你打掉你不该怀的孩子，从此不再去人间。不要！忘了他吧，他就是你的一个梦。妖帝已下令，妖族和人族不允许再有任何牵连。周郎活不了，你更不能怀他的孩子。念儿只是跟周郎在孟山的山脚下住着一个简陋的山洞，我们不是人间，我们没有影响任何人，这样都不行吗？不行，就算是孟山山脚下，也出了狐族。我不管，你杀死了我和周郎的孩子，我还会和他生很多很多的孩子。既然你这么冥顽不灵，那我就给你看看实景。不要！主子，您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娘娘难道又做噩梦了？主子，你可别吓唬奴婢啊！娘娘，你到底是怎么了呀？本宫没事，只是个噩梦而已。娘娘刚才就是被噩梦惊醒了一次，这才多久又被噩梦惊醒了一次？什么？咱家怎么不知道啊？曹总管，你刚才出去了，回来的时候娘娘已经睡下了，所以奴婢就没跟你讲。糊涂！记住了，以后娘娘再有什么不是，不管我去哪儿，回来以后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曹公公，别怪子婷，本宫没事，只是个噩梦而已。说来也奇怪，虽然连做了2个噩梦，但是醒来却舒服很多。娘娘，难道是将军的法子奏效了？本宫没事了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再躺一会儿。那个梦太真实了。难道我是狐族小妖念儿？将军是那个书生钟郎？在梦里，念儿给钟郎起的字是孟家，而就在隆安宫，将军说了他的字也是孟家，怎么会这么巧合？这块黑玉到底有什么作用？将军的师傅又是谁？台内现实景，元谦3生。说的是那个石锦台吗？难道这块黑玉是狐族的石锦台幻化而成的？元谦3生是什么意思？
难道我跟中郎有3世情缘？此玉乃狐族石镜牌，不可记录狐族任何一只狐的3世，如冥界之3生石，你刚才所梦是第1世，此世为第2世，你和中郎还会有第3世。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我和他还能再见面吗？我和他此生还能再见一面吗？此事还是前世的重复，有缘无分，终究还是别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顾国将军的师傅，也是念儿小姐的宁叔。此事我护将军周全，但他依旧逃不开命劫，此乃天意。我求求你，你帮帮我们吧！你是念儿的宁叔，你就帮帮此生的顾念熙吧。娘娘，王太医来了。让王太医稍等一会儿，本宫这就去。娘娘，需要奴婢伺候您吗？不用了，本宫自己去就行。一听到娘娘的声音就生气十足，没想到钟将军还有这等本事。待会儿王太医来了，莫要再说此话了，就说他开的药起作用了，知道吗？皇后，你也在啊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宜妃让人请朕，说有要事，到底是什么要事？皇上，臣妾也是被宜妃请来的。到了之后，臣妾听说了一些事情，觉得自己做不了主，这才让宜妃派人把您请了过来。皇后，您可真会编，您自始至终不都参与进来？宜妃，我的小姐啊，咱们又被皇后下套了。如果此事能成，咱们宫安稳；如果此事不成，皇上怕是对咱们宫更不在意了。宜妃，什么事非要让朕过来？这段时间，熹妃的身体大有好转，朕的心情也跟着大好。你们不会又给朕整出什么事来吧？皇上，臣妾不敢。这段时间，熹妃妹妹再不用受孕期反应之苦，臣妾也高兴了。可就是因为这件事儿，臣妾竟知道了另外一件事情。关于熹妃，你打听到了关于她的另一件事？什么事啊？说来让朕听听吧。宜妃，你看本宫干嘛？皇上问你，你直接说就得了。在外面候着。宜妃，还是由你来说吧。是皇后娘娘。皇上，这几日臣妾觉得自己的汤婆子不太好使，就想着去内务司要一个。这事说来也巧，臣妾宫里的一个宫女刚好外出买东西，就想着给臣妾捎一个回来，说是便宜又好用。臣妾用了用，觉得确实如此，就想着多买几个给宫里的姐妹们一人一个。于是，在跟她闲聊的这个时候，我竟然知道了一个天大的秘密。宜妃，你初入宫时一副小女儿情态，朕也曾宠爱过你，可你太令朕失望，仗着母家的权势在宫里闹也就罢了，居然跟前朝大臣走得那么近，朕是越发的不喜欢你了。什么天大的秘密？既然把朕叫来了，那就一股脑的说完，别说一半留一半。皇上，自从顾念熙进宫，你对臣妾几乎失去了兴趣，如今连这么点耐心都没有了吗？当初你是怎么宠臣妾的，你都忘了吗？现在对那顾念熙，你有的是耐心，对臣妾就这般不待见吗？
那我就让你听听你宠着的女人是如何给你戴绿帽子的。皇上这一两句也说不清楚，更何况这话传话的恐有出入。所以我们不如直接叫那个商贩到你面前来，直接让他自己跟你说清楚。怎么又牵扯进一个商贩来？是呀，皇上，如果没有这个商贩，臣妾也不会知道这些事儿啊。你想，臣妾整日都在深宫里，最多也就听几个无聊的戏曲罢了。那就把他叫来，朕倒要听听，他嘴里能说出熹妃的什么大秘密。草民拜见皇上，拜见皇后，拜见两位贵妃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哪里人？要告诉朕一个什么秘密？如果胆敢污蔑熹妃，朕定砍了你的脑袋！回皇上，草民乃沙窝镇小石村人士，名唤石桥。小人想告诉皇上的，也不是什么秘密，在我们村里面那是人尽皆知的，就是熹妹子跟那位将军的事儿。念熹妹子，哪里来的狗胆，让你如此污蔑朕的爱妃？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啊！这草民什么也不懂啊，以前确实是这样叫的呀。草民现在也不知道熹妹子娘娘现在在宫中是什么位置，所以还是按老家的叫法。请皇上恕草民无知是罪。给朕记住了，喊她熹妃娘娘。行了，赶紧跟朕说说熹妃和什么大将军的事。是，小人现在就说，现在就说。皇上，在3月份左右，熹妃娘娘救了一位落难的将军，此事本无人知晓啊。但没过多久，就有一帮人就来寻找那位落难的将军，但是谁也不知道是熹妃娘娘把那位将军给藏起来了。后来那位将军养好了伤，想离开小石村，顾老爹就在一个无月的黑夜把将军给送出去了。再后来呢，就是县太爷认熹妃娘娘做了义女。但后来不知怎么的，顾老爹进县城去找女儿，回来他就病了，听说是被县太爷给打的。再后来呢，那个将军就带了10几个人去我们村，说是要迎娶熹妃娘娘。结果顺子没忍住，就把真相告诉了那位将军。这顾老爹他听到了真相之后，一时接受不了，再加上他身上有伤病，就死在了将军面前还是顺子和将军把顾老爹给下葬的。你刚才所说可是真话？如有半句假话，朕定割了你的舌头。皇上，你就是给草民100个胆，草民也不敢说谎啊。这件事在我们小石村那是人尽皆知啊。这熹妃娘娘救将军的事儿虽然是无人知晓，但是这将军去我们村要迎娶熹妃娘娘，那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呀。还有一件事，皇上，这件事只有草民一人知道。快说。是皇上。钟义成，我不管你是做什么的，他可把这一生全搭在你身上了。你不能辜负念熹，我还就这一个女儿，我不求她荣华富贵，我求她平安顺遂。你刚才所说可是实情？想好了再回答朕。回皇上，草民所说那是句句属实啊，如有说谎，天打五雷轰。回皇上，这顾老爹趁天黑送走将军一事，确实只有草民一人知道。那天是草民由于心情不好，想出去转一转，结果在出村的路上就遇到了他们。
当时觉得没什么，就没往心里去。但是今天皇上问起，草民必须和盘托出啊！草民必须和盘托出啊！皇上，臣妾就是觉得奇了怪了。这护国大将军从不屑于跟任何人打交道，更不屑于关心任何人。最近怎么对着熹妃妹妹突然上了级了？臣妾宫里有一个宫女，和熹妃妹妹的宫女有一个叫子婷的，是好姐妹。这几日，臣妾和皇后娘娘见着这熹妃妹妹，突然身心俱佳，便是百思不得其解。子婷说，自那日8月16，这熹妃妹妹和护国大将军见了之后，就整个人气色不一样，大不似从前了。够了，你给朕闭嘴！朕的爱妃跟护国将军早就相识，而且还私定终身。他们在朕面前如同陌生人一般，谁也不说破。朕作为堂堂一国之君，就像个傻子似的在他们两人之间。皇上还请息怒，宜妃她心直口快，心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，她心里怎么想的便怎么说了。臣妾高兴，熹妃妹妹终于不害喜了，皇上也不用天天挂心了。宜妃她对皇上从无二心，或许是听了石桥刚才所说之事，定是心中有所不平，这才说了刚才那些话。皇上就如皇后娘娘所说，臣妾心里皇上你永远是最大，臣妾看不得有人对皇上不尊，所以说话失了分寸，请皇上息怒。行了，你们两个人都起来吧。朕恨后宫争斗，更恨朕的女人相互算计。这件事，你最好只是偶然听说，如果是刻意为之，朕绝不饶你。皇上，臣妾不敢，臣妾也是无意间听石桥说的，更何况石桥也只是想跟臣妾套近乎，他不会说谎呀。石桥，朕再问你一遍，你刚才所说可是实话？如有半句假话，朕绝不饶你。回皇上，草民绝不敢有半句假话呀！草民说过，这护国将军和熹妃娘娘的事情，这整个小石村的人都知道啊！而且草民愿与熹妃娘娘当庭对质。皇上，光听此人的一面之词，难免有些偏呀。不如我们把熹妃叫过来，让他们当面对质。哼，好，朕倒要看看，朕的爱妃还瞒了朕多少事。传熹妃。熹妃娘娘，皇上有请。莫总管，容小的问一嘴，皇上传我们家娘娘可有什么要事？文喜呀，你就别多问了，叫熹妃娘娘小心着就是了。娘娘，听他的意思，皇上这次传您去怡静宫，不会风平浪静，恐怕不是什么好事儿啊。不用担心，本宫这段时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皇上又时时来咱们宫，估计他们又坐不住了。不过，就算他们再恨本宫，总不能给本宫添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吧？臣妾参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、宜妃姐姐。熹妃，你好好看看地上跪着的人，你可认识他？宜妃有可能知道我和将军的事了。这个石桥是小石村出了名的泼皮货，怎么会跑到怡静宫来？草民拜见熹妃娘娘。
回皇上，此人是臣妾村里有名的泼皮，专干些偷鸡摸狗之事。顾念心，本宫真是小瞧你了，第一句话就将此人的为人说破道破。如果石桥真如顾念熙所说，他刚才的那些话就有待商酌。熹妃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他是泼皮？他可是京都里做小买卖的商户，而且他卖的汤婆子还很不错呢。熹妃娘娘，您怎么可以如此污蔑草民呢？草民当年也是和您一个村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呐。草民每次见你也得尊称你一声妹子。现在您虽然成了贵人，草民我虽然高攀不起，但是也不至于成为你口中的泼皮吧？皇上明鉴。皇上，小石村离京都不说千里，那也差不多。他能不远千里跑来京都做买卖，恐怕连路费都凑不够吧，更别说做买卖了。除非有好心人相助，在小石村，上至80岁耄耋老人，下至3、4岁牙牙学语幼童，就没有他不起的。臣妾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出现在怡静宫呢？熹妃，你什么意思？本宫不过是在买汤婆子的时候跟人家闲聊了几句，觉得有蹊跷，便将他留了下来。本宫不跟你卖关子了，你是不是跟钟大将军早就认识了，还在皇上跟前演戏？你是故意的吧？怡妃，你既然算计我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谁人害的将军？我现在也终于知道，去年那位钦差大人礼部侍郎马伯宁是你的3姨丈。既然你自己作死，那我就送你一程。皇上，臣妾的父亲当年在小石村的确救助过一位伤势过重的将军，但那位将军却不肯透露有关于他的任何信息。那位将军在家父的照料之下，伤势日渐好转。至于后来是什么时候走的，臣妾一概不知。你跟钟将军不熟，可刚才这个石桥怎么说？你们2人早已私定终身。这件事虽然让朕难以启齿，但朕清楚，熹妃说话做事向来不会拐弯抹角。如果熹妃含糊其辞，一定有问题。皇上，依臣妾的性格，如果真的跟钟将军私定终身，那么臣妾在进宫之前一定会与义父说明白，并且臣妾绝对不会进宫。熹妃娘娘，我想你大概不知道吧？自从您被义父接走之后，再也没有回来。这顾老爹思女心切，就去到县衙去找您，结果被打死了。顾老爹在临终之前还要求将军替他报仇，这可都是顾老爹亲口说的呀。他还说你跟他早就私定了终身呢。他说什么？他被义父那个狗官给打死了？怎么可能？他们每每来信都说我爹很好，还说不让我牵挂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我义兄义姐给我写信，每每都说我爹身体硬了，在县城生活的极好，怎么会被打死？哼，熹妃妹妹，真没想到呀，你竟是个嫌贫爱富的主，只认自己的义父，不认自己的亲爹。我们都还以为呀，你是沙窝镇县太爷的女儿，原来不是呀。皇上，臣妾之所以只说自己是义父的女儿，是因为臣妾出门之前，义父曾告诫臣妾只能这么说，不然臣妾的生父便会不高兴。快1年了，皇上对臣妾宠爱有加，对他们的赏赐也不少。
可皇上何曾见臣妾开心过？哪怕是后来，臣妾听说义父病死之后，臣妾也没有多大的内伤，只是因为臣妾与那位县太爷之间只有一面之缘。熹妃，你知道吗？你的亲生父亲确实是被你的义父打死的，而钟将军也确实为你报了仇。他在大胜之后，也确实亲自去寻过你。爷，你被人活活打死，我小女竟然在宫里享受荣华富贵，也许真该死。皇上，您说钟将军为我报仇，您说错了，他是在为自己的救命恩人报仇。钟将军当年被家父所救急之时，全身是伤，几乎不能活，是家父日夜照料，他才能捡回来一条性命。臣妾与将军之间只有几面之缘，臣妾甚至连他的性命都不知。只是那日，皇上让臣妾去隆安宫，离得近些时，臣妾才模糊辨认出钟将军有些貌似父亲当年所救之人，可臣妾根本没有办法确定。况且钟将军从未向臣妾提过此事，难道要臣妾向护国大将军讨恩情债？对呀，如果当初救钟一成的不是熹妃，他确实不能与钟将军相认，那可是堂堂护国将军。钟一成有可能认出了熹妃，但依钟大将军的性格，不可能与他相认，因为熹妃现在是朕的宠妃。所以为了还顾家当初的救命之恩，钟一成拿出师父送他的护身黑玉作为礼物，经朕之手送给熹妃娘娘。熹妃，朕实在是不想知道你们之间的事，朕只想知道真相。朕也说了，这厮胆敢说谎，朕就割了他的舌头。臣妾多谢皇上。真相就如臣妾方才所，臣妾虽万分不想再见到此人，可臣妾的父亲没了，我竟然还被蒙在鼓里，把仇人当作是义父。臣妾恳请皇上立即对此人用刑。此人奸邪狡诈，不用刑，他不会说实话。顾念心，你的身上怀着皇上的龙子，竟然还不心存善心，竟然还要亲眼看着他用刑。宜妃，本宫知道，自打本宫进宫以来，你就左右看本宫不顺眼，几次三番的找本宫的茬，可本宫从未放在心上。可如今倒好，你为了扳倒我，竟然连皇上和皇后娘娘都敢欺负，你安的是什么心？顾念熙，你胡说什么？你和钟一成那些破事儿，够了，够了！熹妃娘娘，您这话说的可是伤了宜妃娘娘的心啊！宜妃娘娘把熹妃娘娘当成亲妹妹，亲自为熹妃娘娘挑选汤婆子。若不是跟这位叫石桥的商贩闲谈，也无从得知小石村的情况。宜妃是个棒槌，实际的幕后操作手是你这个陪嫁丫鬟。宜妃母家在朝中的地位，我无法动摇，但我可以让皇上更疏远她，甚至可以废除她的妃位。静嫔，你说的这话，皇上会信吗？至少本宫不信。依宜妃的身份和地位，她会用一个小宫女随随便便在大街上买的汤婆子？她的东西哪件不是镶金戴玉的？就凭石桥，她能做出什么花样的汤婆子？熹妃娘娘，这不就是说嘛，有些事儿就是这么赶巧。宜妃娘娘的汤婆子恰好就不怎么好使了，小宫女恰好又从外面带了一只回来，宜妃娘娘用着觉得不错，所以才有了现在的故事。
好一个无巧不成书啊！皇上，臣妾斗胆，先不管宜妃娘娘的无巧不成书，先管一下眼下的这个石桥。他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在小石村就是出了名的泼皮泼了虎。这样的人能不远千里跑来京都做买卖，还能做得不错，被宜妃娘娘的宫女所看上，那臣妾可真是开了眼。熹妃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怀疑本宫说谎？子婷也说过，自打你见了钟一成之后，整个人容光焕发，再不似从前。哼，难道这钟一成有什么灵丹妙药？本宫看到未必，一定是这钟一成跟你背后说了什么，不然你情况怎么会好转？定是这钟一成跟你背后说了什么，不然你情况怎么会好转？我的娘娘，您就别再出声了，行了。顾念熙是在故意激怒你，这个女人不是善茬，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反将一军。我只咬着顾念熙对钟一成有奸情这件事就休。皇上最忌讳的就是他的女人对他不忠。你觉得本宫与钟将军之间在用眼神传递什么？你是觉得皇上的眼神不好使，还是觉得我们胆敢视皇上为不存在？钟一成是我大业国的护国将军，皇上赐他为护国，宜妃难道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？钟将军一心为国，你所说的那些儿女情事，于将军而言，根本上不了台。皇上，那天就我们3个人，您可有见钟将军哪怕分给我一个眼神？这个朕倒没多关心，朕当时的心思都在那块黑玉上了。要不是皇恩浩大，要不是皇上对臣妾的宠爱，钟将军怎么会送给我他的安神飞玉？那块玉可是钟将军的师傅送给他的护身之物啊！是啊，那可是钟将军的护身之物啊！可将军还是毫不吝啬的送给了熹妃妹妹，而妹妹得到了此玉后，身体大好，心情亦大好。看来此玉非同一般呀。皇后娘娘说的对，的确如此。自打皇上亲自为臣妾佩戴上那块玉之后，臣妾便觉夜无噩梦，日无乏累，心情自然是大好。臣妾早已向皇上提过此事，钟将军对皇上的忠心，不就恰好体现在此等小事上面吗？熹妃，你不要混淆视听，什么黑玉的作用，分明就是你跟钟一成有旧情，你们见了一面，你们的情况……够了，朕不想再听。这个石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就是来宫里骗吃骗喝的，把他拖出去杖责，然后赶出宫。皇上看出来了，石桥是宜妃的人，宜妃想用此人陷害熹妃，皇帝不想再追究此事，所以也想让宜妃见好赶紧收。宜妃这次就认了吧。皇上，臣妾对你绝无二心，臣妾只是怕皇上你被蒙蔽，请皇上明鉴啊！皇上，刚才熹妃娘娘说的那些，草民确实无从知晓啊。但是草民知道的是，顾老爹临终之前说的那些话呀，他确实说过，他的女儿和那位将军私定了终身呐。而且那位将军也亲口说过呀，这我们小石村的人都知道啊，皇上。石桥，以你的为人和本性，就算本宫的父亲临终，你也没有资格去到他的面前。你方才说小石村的人都知道此事，很好。皇上，臣妾恳请皇上立即派人到小石村调查此事。如小石村的人皆如此说，臣妾愿自饮一杯毒酒；如若不是，还请一进宫的人还臣妾一个清白。还要把这个不知死活的狗东西凌迟。哇！
这哪里是平日里那个不善言、不喜热闹的熹妃，简直是一个冷面毒妇。也许这个女人是被气疯了，所以才说出如此不合身份的话。熹妃，你别动气了，小心肚子里的孩子，这才刚刚有所好转，可不能因为这样一个烂人再伤了身子。皇上，你是在护宜妃呀。石桥是个烂人，所以不用理会他。但如果此事今天不做个了结，后患会更加无穷。皇上，臣妾还想说一件事情。家父曾在臣妾面前哀叹，家父说，堂堂大将军不是被敌人所害，而是被自家人所害成这样。将军虽然没有说，但是我从他的梦话当中也听出了一二，好像是被什么钦差所设计了。臣妾当时并没有太当一回事，只是因为将军、元帅之类的，离臣妾原本的生活实在太过于遥远。只不过后来臣妾进宫之后才知晓，吏部侍郎马伯宁就是当年的卫边钦差。发生在宜妃娘娘身上的事情，那可真是太巧，那可真是太巧。这个女人真被气疯了。顾念熙疯了吗？他怎么敢说出此等话？还真就是一寸骨，还真就是与众不同。今天之后，皇帝对你的宠爱会继续下去吗？我顾念熙还怕什么？亲人已亡，爱人相见不相识，独留深宫。你们想让我死，那我也要拖上你们。顾念熙，你个贱人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要撕了你的嘴！你先给朕闭嘴，否则先长你的嘴。此事到此为止，如果谁胆敢再揪着不放，朕一定不会放过他。至于这个石桥，宜妃，你自己怎么弄来的？自己处理。皇上息怒，是这个石桥，他居心叵测，用花言巧语来欺骗宜妃娘娘，破坏宜妃娘娘和熹妃娘娘的感情，还望皇上。静嫔，你给朕闭嘴！你以为朕还会相信你说的话吗？你当朕是3岁孩童吗？他是怎么从小时才来到京都的？还用问吗？朕不想再见到怡静宫的任何一个人。皇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臣妾？皇上，周仪，你给朕闭嘴！朕再不想看见你，好自为之。熹妃，跟朕一起走吧。就让皇后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吧。她平时没少照顾怡静宫，现在就让她再多照顾一次吧。哼！皇上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一直都知道我跟宜妃走得近的目的？不会的，当初他宠爱宜妃时，宜妃处处为难我，他不是不知道啊。原来皇帝比谁都清楚，他才是那个看破不说破的人。但是就在刚才，他说破了，所以谁也不用再装着演着了。娘娘，奴才们不知道哪里做错了，还请娘娘让奴才们明白，不能气着身子。要是还不消气儿，打骂奴才也是可以的。要是让皇上知道了，非要了奴才们的命不可呀！从未见过娘娘发过如此大的脾气，娘娘今天究竟是怎么了？从怡静宫出来还好好的，还是皇上陪你一起出来的，怎么回到宫里就发起了脾气？您可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！子婷，你知道本宫为何如此生气吗？奴婢不知，是不是去了怡静宫，娘娘受了气？何止是受了气呀，他们合起伙来想整死本宫呢。要不是本宫行得正，坐得端，现在可能已经在冷宫了吧。子婷，本宫对你怎么样，
你居然联合其他人一起来谋害本宫！娘娘，奴婢冤枉啊！奴婢从来没有想过要谋害娘娘，奴婢护娘娘还来不及呢。娘娘对奴婢的好，奴婢都记着呢。子婷，你做了什么对不起娘娘的事儿？你赶快给咱家如实招来。你这段时间是不是跟怡静宫的一个宫女走得非常近？如果怡静宫想设计陷害娘娘，还真给你脱不了干系。娘娘，您要是在别处受了委屈，想找奴婢发泄，奴婢没有怨言。但是娘娘如果觉得奴婢是那种吃里扒外的人，奴婢实在是冤枉啊！你冤枉！宜妃在皇帝面前什么都说了，本宫这段时间所说过的话，她能一字不落地描述出来。本宫最近的心情如何，她更是了如指掌。而她之所以知道的如此详细，皆是因为你在中间做了个机构的传话筒。娘娘，奴婢是跟宜妃娘娘说了，那是因为宜妃娘娘跟奴婢说她跟皇后娘娘要时刻关注着娘娘，因为娘娘害喜厉害，这是皇上交给他们的任务，所以奴婢就每天关注着娘娘。你可真是个好奴婢呀，让他们时刻知晓本宫的状况。然后呢，合起伙来对付本宫吧。子婷，如果真如你所说，你为何不敢提前告诉我一声，只能偷偷摸摸的吧？况且，你也没有办法见着宜妃或者宝，只能跟一个小宫女见。子婷，你觉得是你的脑子聪明，还是本宫的脑子不好使呢？娘娘，奴婢对娘娘忠心无二，就算奴婢一时糊涂，那也是遭了他们的算计。奴婢从来没有想过做对娘娘不利的事儿啊。子婷，说出这样的话来，你自己信吗？你作为顾西宫里的大宫女，皇上不止一次交代咱们要好好服侍自家主子，你就是这么服侍娘娘的吗？娘娘，奴婢错了，您就原谅奴婢这一次吧。他们就是这么跟奴婢说的，说让奴婢每天照顾着娘娘的情况，他们好向皇上禀报。因为皇上曾经交代过2位娘娘要时刻关注着娘娘，奴婢根本就没有多想，想的就是只要娘娘好，奴婢用什么法子奴婢都愿意。子婷，你别说了，再笨的脑子都能听出你话里的意思，何况是娘娘呢？宜妃亲口跟娘娘说的，是你向他们传的话。宜妃为什么要把你扔出去？因为他们觉得这一次一定能扳倒娘娘，可没成想他们输了。咱娘娘又没有什么把柄在别人手里，他们要想生事儿，自然会倒霉。你又狡辩个什么劲儿啊？曹公公，送子婷走吧。哪个宫愿意收留她，就让她去哪个宫。顾西宫是留不下她的。本宫不需要你们有多么的死心塌地，只需要你们别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就行。本宫最厌恶贪婪之人，这样的人是养不熟的。娘娘，奴婢错了，奴婢再也不敢了，您就给奴婢一次机会吧。如果娘娘把奴婢赶出宫，奴婢真的不知道该去哪儿了。娘娘，您是个好人，您让奴婢刷马桶、倒夜壶，只要让奴婢留在顾西宫，奴婢一定感恩不尽。子婷，你和曹公公是皇上派来的，其他的宫女内侍，要么是皇后派来的，要么是从内府拨过来的。可本宫从未管过你们是哪里来的，只是因为我觉得，只要进了顾西宫，我们大家就是一家人。本宫出身贫寒，知你们的出身也不会好。好家庭的父母不会把孩子送到宫里来。
所以，我把你们当作是自己人。可我没想到，你竟然能干出这种事。本宫相信，宜妃能收买你，她也找过宫里面其他的人，只是他们都守住了本心，你却没有。只是他们都守住了本心，你却没有。娘娘聪慧，的确如此。宜妃确实找过咱家，但被咱家严词拒绝了。宜妃既然找过咱家，那一定也会找子婷。唉，没成想子婷竟没能扛住诱惑。子婷，你虽然年纪不大，可也是咱们顾西宫里的大宫女呢。可你做的这件事儿，实在是让娘娘伤心啊！你让娘娘怎么原谅你啊？你自己能原谅你自己吗？子婷，如果娘娘今天栽在怡静宫，你知道后果吗？整个顾西宫或许将不复存在。你倒是可以去投靠怡静宫，可我们呢，大概会被处死或者打进死牢吧。娘娘，奴婢知道错了，您就给奴婢一次机会吧。奴婢余生余世一定会报答娘娘，求娘娘别赶走奴婢。奴婢能去哪儿啊？奴婢家中无人，就只有奴婢一人了。子婷，别怪本宫心狠，你做错了事，就要付出代价。如果他们这次成功，整个顾西宫都会因为你的出卖而倾覆。子婷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就算本宫把你留在顾西宫，你觉得宫里面其他的人能容得下你吗？你就不怕他们会想个法子让你意外身亡呢？把他赶走吧，眼不见心不烦。回宫路上，皇上说会派人调查沙窝县令之事，就算调查个水落石出，那又如何？你还能活过来吗？娘娘，您怎么了？可别吓唬奴才呀！曹公公，这2天把顾西宫所有的人都给我查一遍，查清楚，如有2心，立刻送走。离京半个月了，竟还未到边城，走得太慢了，就是不想走。离京越远，心里就越凄凉。也许跟念希的那次相见，就是此生的永别了。信哥来了，那边一切安好。文龙，你先睡吧，我再站会儿。大将军，恕属下直言，您这段时间太消沉，幸亏无战事。若是有战事，您这样可不行啊！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，您从前教导我们，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能慌，不能乱，不能失了本性。可现在您……文龙，我岂会不知这些道理？统帅的情绪会感染将士，可我做不了自己内心的主啊！无论怎样努力，却是提不起精神。古人说的那句话：“世间机有3000种，唯有相思不可医。”的确如此，对念希的思念真的是日堪一日。文龙，你说的没错，我现在就去睡觉，争取明天上午到达边城。是，将军，我这就传令下去。明天早起早动身，今晚让大家早休息。我现在情况大概糟糕透了，也幸亏无战事，否则定会出大问题。别再乱想，他有皇上的宠爱，不会有事。
刚才做了个梦，梦里的女孩叫念儿，我叫中郎。那个念儿，就是此时的念希吗？师父曾说我与她1000年前有过旧缘，难道刚才的梦是1000年前的一个景？此事我的字孟佳是师父起的，那一世竟然是他起的，为什么只做了这些就行了？这不是梦，这是真实发生的事。是谁在让我冲啊？让我醒来吧，念啊，念希，是要痛死我吗？念，我的念，我已经负了你一世了，难道还要再让你独自守着寂寞？老人家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我一直都在，只是将军没看到罢了。我是青丘守护人，虽然青丘已不在，但狐族还在。这青丘是狐族旧地，更是念儿小姐的旧址。自狐族搬离青丘，我族便世代为青丘守护人。这么说，您也是狐族？非也，老朽是人族。只是祖上曾受狐族大恩，便世代为狐族青丘守护人。那您一定知道青丘的故事。我知道的，你也已经都知道了。老人家，我想知道所有的详细故事。你已经都知道了，将军，请回吧。老朽也该走了。老人家。老人家，将军，末将还以为您要在驿馆过夜。可是有急事。陈伯来了家书。怎么会这样？聂希遇刺身亡。怎么可能？谁会去刺杀他？不行，我得回家，我必须回家。呀，大将军，您这是？进屋再说。将军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阿全、程伯，你们告诉我宫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将军，那都是10几天前的事情了。8月里，将军离京前让末将尽可能打听熹妃娘娘的事情。我托了几层关系，终于见到熹妃娘娘身边的大太监曹公公，也知道了熹妃娘娘的情况。就在10几天前，有人告诉我，熹妃娘娘遇刺身亡。后来我多方打听，终于证实娘娘没了。将军，文龙，你们这次进京可否有皇上的旨意？大将军是私自回京的。大将军，您驻守边疆，无诏不得进京啊！这要是让皇上知道您进京了，那可是要受大罚呀！聂希死了，一切都不重要了。我只想远远地护着他，就连这个小小的愿望也没了。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师父，你给我起名忠义城，尽忠于一座城，不是这城里有那高高在上的人，而是因为这城里有我爱了2世的人。如今他已不在。程伯，这事儿你不用管，
我只想知道聂西娘娘怎么会被害。宫中外有御林军，内有侍卫队，皇上的宠妃怎么可能被杀？大将军，因为熹妃娘娘得罪了宜妃，自你离京后，宜妃几乎要被打入冷宫。周家、马家、李家3家联合对皇上施压，好像也没起多大作用。皇上依旧对宜妃冷处理，然后熹妃娘娘就一死身亡了。皇上对熹妃百般宠爱，怎会突然冷落？难道我跟聂西的事被皇上知道了？不对，此事必有蹊跷。文龙，你和阿全一定要查出熹妃娘娘究竟是真死还是假死。是。将军，咱们将军府一定是让他们给盯上了。你们前脚刚进屋，后脚他们就到了。将军，末将去跟他们拼了。有什么可怕的？我去会会他。将军，你快藏起来，我去拖住他们。天河连见，幸亏在路上换了马。将军，您的马在城外很远的驿站里。大将军既然回来了，为何不出来见一面啊？大将军既然回来了，为何不出来见一面啊？躲在屋里干什么？哼，明明是2匹马进了将军府，怎么只有马斥侯长1人呢？你既然认得我，看来是做足了功课。不过你又是谁啊？先亮明身份，不要说将军没有回京，就算是回京，也不是你想见就能见他。哈哈哈哈！钟将军跟京城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兵部，你不认得我，没关系，我记得你。我觉得钟将军也应该认识我，我跟将军见过几次。哼！所以我们是奉命守在将军府外的，还是请将军出来见一面吧。那你们可要失望了，只我一人回了京，将军没有圣上圣旨，怎么可能回京？2匹马进了这将军府，哼！除你之外，那另一人是谁呀？原来是苏郎中啊！郎中大人什么时候变成夜行人？今天跟马将军进城的正是在下，是在下亲自接的马将军进城。哎，言论权，你连这样的谎都敢撒？本官已派人去通知李尚书大人，相信他一会儿就会再派人过来。如果从这将军府搜出什么人，恐怕不好交代啊！哼！苏高臣，你们可能要失望了。这将军回来做什么呀？大人是兵部郎中，刚刚多有失敬，还请见谅。不过大人整日守在将军府附近，居心何在啊？有人告密，说大将军对皇上有2心，哼，必不召而进京，所以本官奉命在此等候。结果还真就等来了大将军。哈哈哈哈！苏高臣，你们怕是要失望了。大将军没事回家做什么？只有文龙兄自己回来了。这我还没来得及问，你们就闯进来了。文龙兄，正好一并说了，今日回家所谓何事啊？阿全哥，此事虽是私事，但牵涉不小。我本是奉将军之命回来取样东西，没想到被人惦记。郎中确实想听，那我可就要说了。说了之后，如是出现差错，那可就收不回来了。苏郎中想听，本官也想听。
苏郎中想听，本官也想听。怎么，钟将军是不方便出来见客吗？石朗大人，他们说钟将军并没有回京，只有马文龙一人回来，而我们看到的令人是杨增全。杨增全出城去接应马文。见过侍郎大人，没错，正是在下出城接着文龙兄的。杨增全，你当本官是3岁小孩啊？这匹老马是不认得路，还是不认得将军府？需要你出城迎接？大人有所不知，程伯有个习惯，每个月会给大将军写一封家书，大将军也会回一封。这个月大将军回信说身体突然不适，想必另有他因，说可能派文龙兄回来取些东西。这不，我们每天都去城里转转，今天刚出城门不远，恰好遇到了文龙兄。家书呢？取来。家书在此。求回他的。将军，你快躲起来，我来应付他们。天可怜见，幸亏提前换了马，将军的马在很远的驿站里。这么说，大将军倒真的是没有回京，那本官倒是奇怪了。他派他的斥候长专门回京，是要取什么东西呢？侍郎大人，既然您问，那在下可就说了。自将军将那块玉送给皇上后，身体便大不如前。将军虽从未佩戴过那块玉，但那块玉一直放在将军的卧房之中。将军的师傅说过，那块玉能保将军身体平安。因此，当将军身体抱恙之后，便想到可能是那块玉引起的缘故，所以便派在下回京来取那块包着黑玉的锦缎。难道您没听说熹妃娘娘因为大将军那块玉身体好转吗？有些事情不是您不信就不会发生的。当初大将军看皇上愁眉不展，才送出这块镇宅护身之玉，当时我们还拦着呢。大将军说圣上心不安，做臣子的心亦不安。别说什么镇宅护身之物，就算要他的性命，只要圣上欢心，将军也毫不含糊。没想到啊，将军府除了个老头子，就是行伍之人，竟有这等心思。从小石村打听的情况足以说明钟一成跟熹妃之间有故事，唯有此法既能扳倒钟一成，又能除去熹妃，保住宜妃。也许是他们看走了眼，既如此，本将军就让他们撤回去。本官还想到室内坐坐，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。侍郎大人，这么晚了，文龙兄连夜回京，明天一早还要回北境。要是没有什么事情，还请侍郎大人一并撤出将军府吧。杨增全，你只不过是将军府的一个家将，哪来的胆子跟本官这么说话？侍郎大人莫怪，他也只是担心末将，更担心远在北京的将军，所以才一时冲撞了大人。唉，你们这房子不小啊，一间主室连着好几间侧室，是不是这侧室也通向其他的地方啊？回大人，当初皇上赐给护国将军的这所宅院，据说是为老侯爷的。这所园子可谓是四通八达，每间房屋都有侧室。哦，是吗？还挺有趣啊。刚才说的不错，这座宅院确实是安邦老侯爷的，可不是一般的宅院。圣上说大将军是护国将军，老侯爷是安邦侯，一个护国，一个安邦，意思都一样，所以才把这所宅院赏赐给了护国将军。本官还从未到过这所宅院，
所以今晚要好好看一看。这道门竟然反锁了！里面的人听着，赶紧出来！赶紧出来！快点！爷，孩儿知错了。爷，孩儿知错了，求你别告诉素娥，我跟小平这是第一次。你个不要脸的狗东西！素娥她对你怎么了？她给你生了个儿子，你竟然背着她干这种事儿，还领到家里头来！你个不要脸的狗东西！我踹死你！娘娘，奴才知道您心里难受，可盛情难测呀。您就低个头，服个软儿。曹公公，别的事都行，唯独此事不行。本宫与大将军之间清清白白，如果本宫向皇上服了软，岂不是说明本宫与大将军之间真的有什么了吗？哎，娘娘啊，所谓三人成虎啊！现在小石村所有村民竟说您与大将军私定了终身，这事就算是没有，如今也成真的了。奴才是想，您就跟皇上赔个不是，让皇上别为此事生气了。本宫知道你们急，你们别急。皇上不来顾西宫，那就随他。本宫与大将军之间清清白白，皇上冤枉了本宫，还想让本宫怎么样？你说朕冤枉了你，朕哪里冤枉你了？你的护国大将军已经从北境回来了，因为他听说你被刺杀了。皇上，臣妾不信，臣妾好端端的站在这里，哪里有被刺杀？所以大将军不可能从北境回来。况且，没有皇上的诏令，大将军怎么可能无旨回京？哈哈哈哈！顾念熙，你说的不错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他断不敢回京。可他钟一成真就回来了，一会儿朕就让他来这里。你们不是不熟吗？你们不是只见过几次面吗？哼，他听着你被刺杀的消息，当真就回来了。皇上，您就这样骗他吗？您就不怕寒了大将军的心吗？钟将军一心为国，只是因为没有顾及金臣旧贵的脸面，就被人设计陷害。您不去查那些陷害他的人，反而跟着他们一起。娘娘，娘娘，你最近睡觉不好，心神不宁，说话失了分寸。皇上看人呐，皇上息怒啊！娘娘是急晕了头啊！皇上，好啊，熹妃，你急晕了头？什么事让你急晕了头？是因为他钟一成吗？无证返京就是死罪，所以你急了，你还敢说你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吗？皇上，臣妾斗胆，宜妃能收买石桥，那么有心之人能不能收买整个小石村的人？他们都是些没有见过世面的穷苦百姓，稍加威逼利诱便能颠倒黑白。皇上，您拿臣妾当鱼饵，只是为了钓您的大将军吗？熹妃，你是不是觉得朕对你太宠爱了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朕为了你不惜去得罪那三家，几乎把宜妃打入了冷宫。朕生气是因为你和钟一成合起伙来骗朕，你们明明熟识，却装作不相识，在朕的眼皮子底下玩把戏。朕倒要看看
钟一成对你到底能有几分心？皇上，您拿自己的妃子去试探自己的臣子吧。钟将军不会回来，他不可能为了臣妾回来。哼，顾念熙，你还在嘴硬，他当真就回来了。好啊，那臣妾就在这里等着，等着皇上把钟将军请到这里来。他钟一成出现在顾西宫，臣妾就死在顾西宫。你敢威胁朕？你敢以死威胁朕？你觉得朕会怕你吗？娘娘，娘娘，您就少说两句吧，奴才求你了。皇上，娘娘她失心疯了，但是娘娘对皇上一直是忠心不改啊。娘娘那是因为皇上对娘娘的不信任，所以才口不择言了。皇上。启禀皇上，兵部来消息了，钟将军回京了。兵部侍郎赵文博已经带人去了将军府。哼，顾念熙，你不是说他不会回来吗？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他回来了，你告诉朕，你是想让他死，还是你自己死？皇上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只不过要给臣妾添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，臣妾也没有办法，不就是死吗？臣妾可以先死，只不过臣妾要告诉皇上，臣妾死后，您一定会后悔。顾念熙，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？朕宠你爱你，你却背着朕和别的男人有私情。朕宠你爱你，你却背着朕和别的男人有私情。如今竟然还敢大言不惭，说朕会因为你的死而后悔。好，你现在就死给朕看看。皇上，您放出消息说臣妾被刺杀，诱钟将军无旨回京，不就是为了治他的罪吗？如今四境安稳，尤其是北境已经太平，皇上就要鸟尽弓藏了。皇上这样做，谁还敢再效忠你？娘娘，您别说了，奴才求您别说了。哈哈哈哈！好，顾念熙，实在是好。为了钟一成，你竟然敢骂朕忘恩负义！来人，把熹妃给朕打入冷宫，削去妃位。顾念熙不会去冷宫，顾念熙会死在你面前，因为你的自私，因为你的疑心，你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，还要毁掉一个对你忠贞不二的将军。第一时间封锁消息，赐顾西宫2个宫人毒酒，对外宣称熹妃娘娘不小心摔倒，消产后失血过多而亡。顾西宫解散，宫人充斥到其他各宫。
皇上，您就吃点东西吧。从昨天到现在，您几乎就没有进食。兵部那边有消息了吗？有没有抓到钟一成？回皇上，哪有大将军的影子啊？皇上，依老奴看，这大将军是不可能无旨回京的。很好，兵部尚书，你个李嘉义，莫子明，传朕的旨意，宣那几个联军进攻，朕倒要看看他们是如何捆绑在一起的。是皇上，老奴这就去。朕这是做了场梦吗？朕从没如此喜欢过一个女子，她清纯寡淡，不争不抢，又温柔娴静，朕却亲手逼死了她，连同她肚子里的孩子。顾念熙，你就这么想死吗？你为什么不向朕服个软？等朕的气消了，这件事也就过去了。为什么非用死来对付朕？朕把你厚葬了，你可知道，朕真想把你抛尸荒野，没人敢威胁朕，你是第一个。顾念熙，你为了证明自己清白，竟在朕面前拔刀自枪，让朕这个做皇帝的情何以堪？在以后的日日夜夜里，只要静下来，朕就会想起你。顾念熙，你够狠，对朕狠，对你自己狠。如果你跟钟一成之间什么都没有，为什么会以自杀来证明？你不想活了，是因为怕朕从京城里找出钟一成吧？你死了，钟一成就没了念想，就算他回了京，也不可能再露面。你还是为他着想，你死是为了保全他，对吧？皇上，周大人、李大人到了。皇上，员外郎说的没错，小石村有个叫顺子的村民，是他最后送走的顾老爹。顾老爹临终之前，将所有的事都告诉了顺子。钟将军借居顾家，近10天都是熹妃娘娘照顾的。别说了，朕把你们叫来，是想告诉你们，收起你们的鬼把戏。想要除去熹妃，你们成功了；想要陷害钟一成，你们失败了。朕还会相信你们吗？把钟一成给朕找出来，否则一个也饶不了你们。皇上，你可要小心身子啊！二位大人一定会处理好此事，给皇上一个交代。臣等一定会给皇上一个交代，还望皇上信任臣，莫要气坏了身子。臣等有私心，可私心之外，心里念着的都是皇上啊。掰扯来掰扯去，全都是忠臣良将，可背着朕，你们到底做了什么？朕眼不瞎，耳不聋，难道会不知？退下吧，朕现在可不想听你们表忠心，朕想要的是结果。朕给你们3日时间，3天之内如果还没有结果，朕就治你们的罪。将军，你这是何苦啊？凡事都要想得开，咱们已经尽了人事，剩下的只能听天命了。我后悔，我就不该回来。他应该大概也猜到我会回来，皇上那边又逼得急，所以他才选择去死。我不相信他会摔倒，就算是摔倒，怎会母子一起去死？是我间接害死了他们母子。将军，你不能这样消沉下去啊！将军面对的可是皇上，将军10几年的军功可不能折在这儿了。今夜出城吧，他们不可能当夜没找到将军就立刻派人去北境，一定是在熹妃娘娘下葬之后才派人去的，也就是昨天的事。将军如果立刻就往北境赶，一定来得及。北境的2位副将军一定能拖延几日的。文龙说的没错，如果他们的人到达北京，桑河阳拖不了太久。
他们没在北京见到我，一定会回京复命。那时，皇帝就会下令搜查将军府。一旦被他们找到，整个将军府都会受牵连。如果我现在走了，将军府能保，其他人都能保。文龙让我赶紧回北京，目的很明确，他怕我留在京都给将军府带来祸端。将军府于我钟一成而言，更像是旅社，但于程家来说，就是真正的家。个人有个人的心思，最好我还是离开，回到北京，让兵部的人无功而返，然后再回京都，去念希的坟上陪他。此事他已不在，于我而言，万里山河皆空谈，再美也进不了眼，入不了心。南边的灾情到底怎么样了？南边的水灾不断，西边又起山火。你们内阁和六部，你的章程呢？皇上息怒！你们除了让朕息怒，就是让朕息怒。想让朕息怒，想办法呀！哼！妍希，你会不会怪我？如果你还在世，要是知道我因为思念弃国不顾，会不会说我？可是你一个人在这儿，我不放心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无法每天直视升起的太阳，因为你再也看不见了。就算那光再亮，对我来说亦是黑暗。师父，徒儿对不住您。您救我性命，教我功夫，是为了让我成为护国大将，守护国家一生平安。可是，徒儿做不到。这年近花甲的老大人，为人正直，刚正不阿。北京传来钟一成病逝的消息，他曾恳求朕立查。他觉得以钟一成的身体，不可能一病要命，曾因兵部派人前去北京，护国将军才一病不起。他怀疑是兵部暗害了护国将军。当初朕没听他的建议，朕因熹妃之事，心里一直堵着。钟一成死就死了吧。可自那之后，胡宇轩就对朕有看法。好在他一心为国，就算对朕有看法，依旧尽心尽力。不过老说的没错，就按你说的做。兵部尚书，散朝后立即拟一道折子，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安排人手前往南部和西部，不得再误。遵命。启禀皇上，外边有一白衣道长求见，说有要事欲见皇上。道士？道士不是游历四方的吗？来皇宫做什么？让他进来吧。是。朕倒要看看他到底能有什么要事。贫道见过陛下。道士，听说你有事要与朕说，到底是什么要事啊？陛下，贫道自南方与西方来，西方水患，
南方大火，两地民处苦不堪言。贫道昨夜观天象，天狼星尤亮，预示要起战事，所以贫道来见陛下。皇上，这哪里来的野道士？胆肥了，行骗竟然骗到我们朝堂之上，有可能危言耸听，骗人的，把他轰出去算了。你只是一个道士，竟然预测将有战事，朕正与大臣商议国事，朕不与你计较，你无需多言，退下吧。陛下，贫道是护国大将军钟一成的师傅。他是钟一成的师傅，难道是来寻仇的？钟一成都死5年了，这道士大概才听说，所以就前来巡视。道士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大业国南部正在遭受水灾，西部山火不断，你竟跑来朝堂，先告诉朕将有战事，后又与朕诉说你的徒弟，他已于5年前病逝于北境。你如果想念徒弟，就去北境找他吧。陛下，贫道给护国将军起名为钟一成，相信陛下知晓此意，而陛下又赐他为护国将军，想必一定是天意。他此生之追求，保护大业国，忠于一座城，很可惜，他没能实现自己的抱负。道士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哪儿来的野道士？你徒弟因病而逝，你竟然怨恨到朝廷头上！皇上，此等恶徒，应当予以惩罚。道士，你是说我大业国如果没有他钟一成，所剩不到100年了吗？哈哈哈！你以为钟一成是什么人呢？神仙吗？朕的国家文臣武将多的是，没有他钟一成，四境照样安稳。四境安稳，那是因为护国大将军打下的业绩。大运国气运已到尽头，贫道想着能争一争，所以给陛下打造了一座钟一城，为陛下送来了护国将军。只可惜，陛下因听信谗言，缺少明君之治，错失良将，深深将大业国的国运葬送。皇上，此等危言耸听恶道，应将打入大牢。我大业好好的，怎么气运已尽？臣等附议将此恶道打入大牢。道人，你听到了吗？朕的大臣要将你打入大牢。朕念在你是钟一成的师傅，不与你计较。但你如果再敢大放厥词，朕定不饶你。报皇上，东进500里加急战报，敌军入侵，已入我大业国境内。什么？道人，你今日来找朕，究竟所谓何事？难道就是为了告诉朕大业将倾吗？陛下，贫道有一法，请陛下用之。在京都四面分别建造大将军陵墓，陵墓之内铸造护国将军铜像，再加80名将士。此法可帮大业国躲过此劫。皇上，如今我大业境内三方有难，这道士竟要给他的徒弟修建陵墓，私心可诛，该杀！皇上，国难之时，岂能听一个道士的话？来人，将此道人打入天牢，等候处置。大业国皇帝不信道士之言，没过多久，四方边境接连失陷，大业国最终走向消亡。后人能否还能找寻到大业国的遗迹，忆起那段1000年前的大业情？
周少爷，你快醒醒！胡教授，这是什么？是那块黑玉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个黑玉好像有灵性。没错，就是那个时候，钟一成送给顾念熙的那块黑玉。念熙，请允许我如此放肆。我该喊你念熙娘娘才对，可我实在是想喊念熙这2个字，本不该再打扰你。想起师父给我的护身黑玉，特送上，指望能帮你一二。明日我将远赴北京，从此天涯海阔，或许就是永别。各位，我觉得没必要在此继续挖掘了。此处大概不可能有大业国的遗址，这里只会有一个将军墓。钟少爷，其实我们的想法不是这样的，或者说护国将军在此护着大业国都。对，护国将军带着80名战士，是不是说明护国将军在开路？我认为他后面一定就是大业国都。你们这些想法也很合理，毕竟护国大将军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，只能是护着国都，所以我们从此处出发，一定能找到答案。我的想法跟周少爷一致。钟成，你觉得那个石碑眼熟吗？是的，几千年前，他就在北京之南驿馆之外的一片桃林里，就这样在一棵桃花树下。钟成，这上面是不是写着？两位是来赏桃花的吗？来的不是时候啊，都快要谢了。老人家，我们只是饭后随便来逛了逛，发现这里有块石碑，请问老人家，这块青石是做什么用的？两位有所不知啊，这个地方还有个美丽的别名，叫狐足青丘，跟一个美丽的传说有关。只是那个传说现在谁也不知道了。老人家，可是有什么故事？听我的爷爷说，是狐族的一个小狐狸跟一个书生的故事。叶希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？没事，中午可能吃的有点撑了。你们不是本地人吧？听说山上有个考古队，这个地方是个古战场，死了不少人呢。老人家，您是这里的看令人吗？姑娘说笑了，这片桃树是我家的。我儿子本想把这块青石板移走，可就奇怪了，怎么也动不了它。后来村里的老寿星说不能动，虽然狐族搬走了，但这里是他们的旧址，就把它留下了。这片地也是你们家的吗？地是我承包的，每年都有人来这里找青丘，还真是奇怪。3年前有10几个信徒来过，男男女女的，他们来这里拍照、焚香、磕头。为首的一个女子好像叫什么妙心师傅。
教授，钟少爷，原来你们来这里了啊！这么巧啊，正好我们发现了一个好东西，一起探讨下。天哪，上面2个字怎么像繁体的青丘？不是像，就是。难道真有青丘？那不是传说吗？那个叫《三生三世什么桃花》的电视，难道是真的？电视上的景色可比这美上百倍呢。传说都有依据，不会空穴来风。这里应该就是狐族旧址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，那个族不知道搬去了哪里。但这颗青丘石碑说明，那个族的确存在过。是。看来顾教授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，要不然我们把它买下来，把它打造成真正的青丘之地，如何？走了。阿成，当年那些桃花树虽然都没了，但我依旧很喜欢，几乎每天都来看。是啊，当时聂耳种了那么多桃花树，虽然都已经被历史的洪流冲走，但是永远活在我们心里。是他们陪着聂耳支撑着中华。聂耳、聂西，那块黑玉是狐族的石锦台，是大长老的侍卫英明将它幻化而成的。他带着它去人间，护着转世的钟老。对，那一世他做了钟一成的师傅。聂西，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，总觉得我爸爸做了那一世的师傅，他来到这个世间，就是为了开启医生考古队。任务完成后，他就离开了。阿成，真的吗？三生三世，情缘相牵，爱恨别离，终得圆满。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